大家好，我现在到杭州了，身后就是著名的西湖啊。从安徽黄山下来以后，直接坐车就来杭州了。杭州这个西湖边太热闹了，游客特别多。那边有唱戏的、跳广场舞的，还有拉二胡的。这个亭子挺有意思吧？就建在西湖边上，四面环水呀。那边可以坐船游览西湖，一会儿我就坐船去体验一下。这个西湖还是挺大的，可以看到对面隐隐约约的那个山啊。湖中间有好几个小岛，可以坐船上去玩的。那边是雷峰塔的位置啊，就压白娘子那个。然后这山里面还有一个灵隐寺比较有名，改天我也要去玩一下。坐这个船去西湖游览一下，在这里买票啊，票价是55块钱一个人，可以去三潭音乐玩一下，不限时间。坐船喽，船里面人不是很多啊，去后面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景色不错啊，这儿有一个岛，乾隆皇帝上去过，雷峰塔。现在到了三潭音乐岛上了，上岛了，坐船10分钟。大家知道吗？作为一个旅游博主，我每天要走很多路啊。昨天走了1万多步，前2天爬黄山的时候走的更多，所以我很费脚，也很费鞋呀。所以我打算买双好点的鞋啊，这样对脚比较好一点。我平时买鞋都是去得物 APP 啊，都是潮牌含保真，而且活动也挺多的。在我评论区可以领福利的，领了福利比你去专柜还划算呢，去看一看吧。岛上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拍三潭音乐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像葫芦一样的啊，这个也不知道叫啥，有3个呈三角形的。中秋节8月15时候，里面就会点灯啊，可以坐船在这里面赏月呀、喝茶呀。而且这个是人民币1块钱背后的这个图案啊。拍三潭音乐的人真的超多呀，都把湖边挤得堵路了。这个到底好在哪里呀？可能欣赏不了这种美。这个岛上也是人满为患呀。这里有个小亭子，上面写着一城山色半城湖，四面荷花三面柳。风景确实很好啊，就是人一多的话，这个意境就没有了，想象不到当时乾隆下江南的那种感觉了。在这湖中间有一个太湖石啊，那里面扔了好多钱呢，也不知道为啥要往里面扔钱啊。我也准备了个零钱，看我能不能扔中啊。这里扔出来个菜，扔进去，今年走桃花运啊！哇塞，我找到一个看西湖的绝佳位置啊！居高临下，可以看到西湖的全貌，连那边的三潭音乐都看得到啊。这边是中山公园，这个是白堤，这是断桥，那边是城区，全部看得到，包括那边的雷峰塔，就在这个宝石山上的，那个是最高的位置，那里有树挡着呢。这里好多人呢，周末。那这个是宝柱塔，那个是什么武林广场。哎呀，这个位置真是太棒了啊，绝佳位置，关键是免费呀。有这么好的地方，来杭州旅游就不用都挤到断桥那里去了。每次过5一、11节假日的时候，那断桥上都挤得水泄不通啊。下回来这个地方啊，又免费，人又少，景色还好。这个大石头没有路啊，只能从这中间的缝上这样跨进去，从这中间爬上去啊，而且攀爬呢。这个石头里面别有洞天啊，这里面还好大呢。哦，这边人更多。哇，这里的位置更好啊，顺着这个爬上去啊，爬到最高的地方看风景。到底儿了，哇，这顶上人更多，这边也是人很多。西湖上面非常多的船啊，看看杭州这个空气啊，不是很通透，今天是中度污染，不知道这么美的地方哪来的污染源啊？雾蒙蒙的感觉，看到了吗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杭州，后面是龙井村啊。杭州最有名的就是龙井茶了，
去这个龙井茶的产地看一看啊，走。这个龙井村就在西湖边呢，离西湖很近，坐公交就过来了。村口很多人在卖茶叶啊，这边农家乐搞得非常好，还有旅游的人啊非常多，环境也很美。这边又可以喝茶，又可以吃饭，还可以观光。这边的茶叶种得漫山遍野，都种到山头上去了，这么高啊！只要采茶的时候，还要走到那山头上去采呀。树木也很茂盛，这边。这个龙井村最有名的就是这几个山头啊，狮峰山、北高山，除了这几个山头就不是龙井村了。就这几个山头的茶才最好喝，还有人在采茶呀。这个应该快采完了吧？我们还都认头都有同志要来都。这卖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啊，这个1000块钱一斤。6000啊？1000。 1000。6000了，我发财了哟。这个是采什么呀？我看这那个小鸭呀，我看看。那你看我手里都啊。以前龙年3000，明天3500到3000。那明天等明年。哎，明天要明年。采茶忙，采茶很累啊。我看人家都是雇人采的嘛。雇人采的呀，采完了他们回去了，这里是水果了，养了几天了。啊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个龙井茶，3斤、4斤、5斤嫩芽才能炒1斤茶叶啊。早上采的这个嫩芽，因为它有露水呢，所以要4到5斤。像是现在中午、下午采的茶叶，3斤就可以炒1斤茶了，很辛苦的啊。他们这个茶能采好几次呢，在清明时候采一次，在现在谷雨时候采一次。清明的时候叫明前茶，现在叫雨前茶。明前茶最贵时候卖3000多1斤呢，现在采的能卖1000多。像那个卖几百块钱1斤的，那都是不好的茶叶啊。正在修剪茶树，这茶树没修剪之前都是这样圆的，很大一棵。茶叶采完以后，它就要把它削掉，光剩下底下的杆啊，上头的叶子全部削掉，就是这种样子了，削成。从龙井村走下来，这个地方好漂亮啊，红色的枫树啊，这叫九溪烟树。这个地方有9条溪水流到这里来了，碧绿的池水，红色的树，那边还有个小瀑布呢，瀑布还不错啊，从那上面流下来，落差有个10几米吧。这山上也全都是种的茶叶啊，茶山。我现在杭州西湖，今天杭州下点小雨啊，这个天气最适合来西湖边转一转了。这个烟雨江南嘛，朦胧的感觉啊。杭州美景3月天，春雨如酒，柳如烟。杭州真是个浪漫的城市啊，就像歌里面唱的一样，这是农历3月的西湖，下着春雨，还有柳条，太浪漫了啊！正好这个就是著名的断桥。这个桥并不是断开的，之所以叫断桥，是因为它冬天的时候白雪落在桥上，太阳一出，有的雪化了，有的地方雪没有化，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断开一样，所以叫断桥。它这个地方就断桥残雪，是西湖10景之一啊。真正让这个断桥出名的，还是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呀，也是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天气。当时许仙从桥的这头往桥中间走，白娘子呢从桥的这边往桥中间走，俩人走到桥上的时候就相遇了，四目相对啊，相见恨晚。什么是一见钟情？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
再也无法忘记你容颜，这就是一见钟情啊！来到这里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也可以说，这个断桥它是一座爱情之桥呀。现在为什么男男女女还有这么多人在断桥上走来走去呢？这都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啊，都是想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都是相信爱情的人才会上桥啊！祝福他们。现在我也上桥了，看能不能找到我的真爱啊！很快就从桥那边走到桥这边了，也没有个偶遇，太失望了。走到桥这边就是白堤了，是唐代白居易修建的这个堤，为了纪念他，所以叫白堤。白堤的两边都是种的柳树和桃树，它这个是有规律的，这道路两边种的都是柳树，湖的边上这两行种的都是桃树，有一个词叫桃红柳绿嘛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站在这里啊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西湖边它是没有栏杆的。你看我身后的断桥，还有这个白堤都没有栏杆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怕人掉下去啊？就这个问题，我专门百度了一下，有这么几点原因。第一个是这湖边的水并不是很深，即使真掉进去啊，也没什么事。第二点就是利用了人的心理作用，没有栏杆的话，人走到湖边，他就会比较小心谨慎，就不会走到太边上去。再就是如果有栏杆的话，人就会靠在栏杆上，那样反而容易掉进去啊。这是一种心理战啊，他把栏杆装在每个游客的心里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。还有第三点，就是这个西湖的管理啊，它有一个应急指挥的这个人员，如果有人发生落水啊，他会第一时间赶过去把人救上来。所以他现在即使没有栏杆，也很少听说有人掉进去的这种新闻啊，反而比有栏杆更安全。大家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哪种安全？最后说一下，看西湖、看断桥最好的地方是在我身后那个山上啊，那里有一座塔，看到了吧？那个塔是实心的，上不去，但是塔的旁边有很多大石头，站在大石头上啊，可以看到整个西湖的全景，景色非常漂亮，而且是免费的。马上5·1来了，断桥这里肯定都是人山人海啊，大家最好爬到那个山上去看，从这里走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吧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杭州这个灯光秀啊！今天是牛年，一直在放牛这个字啊。中国红加上牛，最前面也有2个楼，这边还有一大片。这个圆球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一期是什么主题呢？这是年年有余的意思吧？年画上那个小孩，一直到那边啊，好几十栋楼呢。中国风的主题感觉是糖葫芦。风筝、风车，不断的变化的各种颜色、各种图案。这边有，这边也有，但是这边呢中间隔开了，隔开一段，感觉这边的效果没有这边好啊。还是看这边吧。这个是卫星，各国国旗呀、
结束了，现在散场了，有15分钟左右。现在看看江对岸是什么样啊？前面就是那个钱塘江，这里不让飞无人机啊，要不我早飞起来了。当时我在武汉也看过这个灯光秀，武汉那是长江两岸，我飞无人机特别壮观。这个钱塘江好宽阔呀，江对岸的灯光明显不如江这边呀，因为这边是市中心啊。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桥，再没有桥了，那边看不到桥了，为什么不架个桥呢？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改天再去看一下钱塘江大潮啊。礼拜天去吧，有没有人和我一起去啊？在评论区留言啊。到灵隐寺了，杭州最有名的寺庙啊，济公和尚出家的地方。我也打算出家啊，进去看一看。进来了，他这个地方买票好麻烦呀，想进灵隐寺先要买一个飞来峰的票，飞来峰45，灵隐寺是30块钱，一共75块钱啊。这个就是灵隐寺的正门了，也叫山门啊，但是这个门一直都不开，从乾隆年间就关上了啊。一直到83年邓小平来的时候开了一次。山门进去，这个是天王殿，天王殿上面有2个牌子啊，上面是云林禅寺，下面是灵鹫飞来。先说上面那个牌子啊，那个是康熙题写的呀。当时康熙参观完这个寺庙时候，玩得很高兴啊，人家就说题个字吧，康熙提笔就写了啊。大家看那个云和这个灵，它那个上面都是一个雨字头啊。康熙写的时候把那个雨写的太大了，后面再写那个灵的时候就不好写了，他就写了个凌云禅寺，写错了啊，但是因为是皇帝写的嘛，还照样挂在那牌上面。下面这个灵鹫飞来是什么意思？是说这个寺院的创始人慧理和尚，他是印度人嘛，他来这里建寺庙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寺庙对面这个山啊，特别像他老家印度的灵鹫山。他就说这个山是从哪来的啊？就像是飞过来的一样，所以就叫它飞来峰了。其实是他想家了，看一个山也像是他家乡的山啊。进来了，这就是寺院内部的情况了，好大气呀！这个是天王殿，这个大雄宝殿，后面还有很多殿的。烧香的人真的好多呀，外面的香不能自己带进来呀，要用他们里面的香。后面这个天王殿有个韦陀的雕像啊，这个是用一整块香樟木雕刻而成的，南宋的啊，到现在1000多年了。正前面就是大雄宝殿，和其他寺庙的格局差不多啊。大雄宝殿里面有个超大的佛祖雕像啊，好高呀。大雄宝殿的后面是观音菩萨的雕像。这里面的雕像真的超级大，看着特别震撼啊！大雄宝殿的后面就是药师殿，药师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香炉，下面是有3只小鬼啊，用无边的佛法把这些妖魔鬼怪都镇压住。这里面也是一个超大的佛祖雕像啊。这后面还有很多的殿呢，就不一一的去拍了。不过这里的环境特别好，这里拍照不错的啊，拍出照来很美，很有意境。这里还有一个素面馆呢，肚子饿了进去吃碗素面啊，看看有些什么吃的。素面，我来一碗双椒素鸡面。我的面到了，它是面条是这样的，是细面条啊，上面很多浇头。2个青菜，还有素鸡，喝一口汤啊先。我又加了点辣椒，倒点醋啊，味道可以的。面条稍微有一点硬啊，味道还可以。逛完灵隐寺，可以来飞来峰照相这里看一看。
这山上开凿了很多的雕像。先看这个塔，这个叫理供之塔，这就是灵隐寺开山祖师那个印度和尚慧理法师，他死后那个舍利子嘛，就埋在这个塔下面啊。然后旁边这儿有一个这个雕像，看他的脚啊，被人摸的都很光滑了，这个叫临时抱佛脚。这边的石刻还是有点神奇的，就刻在这洞里面。这个洞是悬空的，这边并没有柱子支撑的。这个地方就是济公睡觉的地方啊，济公石床。后面还有18罗汉。当时济公酒肉和尚嘛，晚上回来的晚了，寺里就不开门了，他就睡在这个地方啊，很窄。下面石头是这种样子的啊，看着还有点恐怖呢。晚上一个人睡在这个山洞里面。这里有一个大肚弥勒佛的雕像，宋朝时候就雕刻好了，距今1000多年了。左手拿念珠，右手拿布袋，也叫布袋和尚啊，开口笑的一个大肚和尚。这个地方环境真好啊，它这个建筑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。一棵银杏树，黄色的墙，灰式的建筑，翘角的房檐，很美啊。这个寺庙的对面可以远眺西湖，远远的能看到西湖啊。好的，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点赞和留言，谢谢。接上个视频啊，刚参观完林彪在杭州他的行宫，这里面是地下部分。现在去地上的别墅里面参观一下，别墅里面是林彪的卧室、会客厅，还有书房。他的地上别墅一共是有4栋，1号楼是主楼，就是他平时办公和住宿的地方。2号楼是他老婆叶群住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超大的游泳池。3号楼是给他那个手底下的人住的，有4个得力干将嘛，也叫将军楼。4号楼现在已经拆了。现在就到1号楼里面看一看。一进来就是一部电梯，这是林彪专用电梯，可以从这里直接通到地下室。这边是林彪的书房，哇，这个书房好宽敞啊，采光非常好。它那个玻璃啊是有3层的，最里面是普通的，中间是防弹玻璃，外面是防紫外线玻璃啊，而且从里往外看看得很清楚，从外往里看是啥也看不到的。对，可以去外面看一下。外面是个很大的阳台，很宽敞。看这个后面的环境，紧挨着西湖边，环境非常好。这里有一个6角的阳台。阳台下面这个房间就是他晒日光浴的地方，因为林彪是怕水嘛，他都不洗澡的，所以他平时就晒一晒阳光啊。这个地方在浙江宾馆里面，环境确实是很好。林彪早年打仗时候受过伤，然后他落下病根了。他有这么几个怕的地方，一个是怕风，还有一个是怕水，还怕光。怕水怎么办？他就不洗澡，在这里晒日光浴。怕光的话，他大白天都把窗帘拉得死死的。身后就是会议室和他的卧室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林彪的办公室了，办公室非常宽敞啊。中间有个蜡像，是工作人员向他汇报的，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况。他这个办公室有几个特点啊，他所有的灯都是在这个凹槽里面，不让它直接射下来，因为林彪怕光嘛。还有他顶上这个灯啊，虽然说看着这么大，但是非常的轻，即使掉下来也不会砸伤人，只有4两重啊。还有一个特点，林彪前面是没有办公桌的，因为他喜欢来回踱步啊，就是从那边走到这边，从那边又走回那边，有办公桌就会影响他踱步。再就是跟他汇报工作的这个人员离得他很远，因为这个汇报材料会翻书的时候，他怕这个书的风吹到他，
因为林彪非常怕风，一点点的风都不行，哪怕是翻书的这个风啊。办公室后面就是林彪的卧室，卧室也很宽敞啊，它上面的灯和吊灯跟办公室是一样的。再就是这边的窗帘是3层的啊，这个窗帘一关上以后，这里面就像山洞一样，黑不隆咚的，啥都看不见啊。就是说它怕光嘛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地上铺的地毯，这个是纯羊毛的啊，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换过，180块钱1平米，当时那个价格啊。还有就是它这个书桌上放了很多字画，这都是从故宫里面借出来的，但是他借出来就不还了，借了好几样呢。我们看这里有个大铁床，然后2个小沙发，沙发上面放的凉席，就是怕他出汗。床头上放的一个手电筒，因为他晚上起来要看表，房间里太黑就看不到嘛，他就需要用手电筒打开看一下时间。这个大铁床是特制的啊，大铁床特别的硬，而且它是电动控制的，可以上下颠。林彪早年受过伤嘛，神经受伤了，所以他喜欢躺着让这个颠来颠去的，就比较舒服一点。窗户外面就是6角阳台，晒日光浴的那个地方。这里有一个特殊的设计，我们看那个房顶啊，瓦片有着一排，中间是空的。这样设计的话，下雨天雨水就会流到这个暗槽里面，从2边就排走了。没有这个的话，雨水就直接流下来，滴滴答答掉到下面了，又有雨水，然后又吵。林彪就喜欢安静，他还怕水嘛，这个就是专门为他设计的。再看一下他这个窗户的所有配件啊，都是用铜做的，黄铜，这还是手摇的啊。刚才说了，它这个玻璃是3层的啊，带防弹功能的。参观完毕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留言评论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杭州一个大型的停车场里面，停了非常多车。这个地方也被叫做豪车坟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停了很多废弃的豪车啊，有几十辆豪车停在这里啊。这是什么车呢？咱也不认识啊，一看就是跑车，红色的。看它上面落的这个树叶呀，还有这个样子，应该放在这里很久了。旁边是保时捷，这个我认识啊，它这个字母一下就拼出来了。这都是几百万的车吧，放了很久了，看这个样子。杭州这地方果然有钱人很多呀，几百万的豪车就随便放在这里啊，风吹日晒雨淋，没有人管。还有很多呢，往那边看一看。这个就是什么车 ？R8， 这是奥迪 R8， 这个也得100-200万吧。这是2人坐的是吗？上面还有车衣呢，车衣被人撕掉了。旁边这是雷克萨斯。还有个这个车呢，越野车。雷克萨斯的旁边还有一辆保时捷，车牌都在呢。这里还有一个捷豹啊。我对豪车不太懂，这么多豪车放这里真是太浪费了。前面还有，再看一看，这是个停车场，但是没有人管啊，这是自动收费的。那边有一个洗车的地方。好，这里有个玛莎拉蒂啊，被车衣挡起来了，从轮毂这个标志可以看出来。看上面斑驳的痕迹啊，这里还贴着胶带纸。还有奔驰，这边停了个白色的路虎，漆面都变成那样了啊！这么多豪车就停在这个停车场里啊，
真是太浪费了。我连10几万的车都买不起啊，人家上百万的好车停在里面，就这样浪费了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听说之前还有劳斯莱斯和宾利了，现在找不到了。我现在杭州，这里是杭州的钱塘江，江边的美女坝。这个地方是观钱塘江大潮的地方啊。钱塘江观潮非常有名啊，这个江边都被铁丝网拦起来了，铁丝网上面很多警告啊，什么观潮危险区，潮水汹涌无情，珍惜你的生命。那边都有铁丝网围起来了，就是不让人翻过去啊，因为这个潮水来了的时候确实非常危险。你别看它现在风平浪静的啊，潮水来的时候你跑都跑不及，多少人被卷下去了。这个就是美女坝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它是一个有名的观潮点。每年大潮的时候，潮水就会从这边越过堤坝，涌起来的浪啊，有1米多、2米多、3米多高，非常壮观。涌到这边以后，过一会儿呢，又会2回头，又会翻回去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能看2次潮，叫美女2回头。可惜的是，今天没有潮水啊，白来一趟。今天是4月26号，农历3月15，我特意赶在15过来看嘛，结果也是没什么潮，跟普通的河没什么区别呀。要等到8月15过来看。这里有一个地图，看得很清楚啊。这边是杭州市区，这个弯弯曲曲的就是钱塘江，它经过杭州市区，一直流到大海里去了。可以看到，它在市区的时候，这个河道比较窄，越往大海这边走，它河道就越宽，在这边形成一个喇叭口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大潮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海水倒灌，海水从这边涌进来，沿着钱塘江逆流而上，在沿途就会有这个观潮点啊。因为海水的涨潮落潮它是有规律的嘛，所以这边观潮也是有规律的，有时间规律。每年的8月15中秋节前后啊，就是观潮的最好时间。沿途有好几个观潮点呢，它在这个拐弯的时候潮水会大一点。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地方盐官站，这里是观潮最佳地点啊。这里是收费的景点，20多块钱门票吧。然后就是老盐仓这个点，但是这里都交通不便啊，它俩离这个杭州市区比较远。然后就是七宝和这个美女坝站，我现在就在美女坝这里，这里交通很方便，坐地铁从城区直接就过来了，而且这里离萧山机场比较近啊。这里也是一个转弯点嘛，再转过一个弯去就到了市区的城市阳台了，就是看灯光秀的那个地方。然后就是宋城六合塔那边武松出家的那个地方。沿途这么长的距离啊，都可以观潮，但是越靠里，这个潮水的力量就越小了。潮水最大的就是这口上这几个点啊。为什么江边要用铁丝网都拦起来啊？就是因为之前冲下去过很多人，每年都有人被卷下去的新闻啊。这个铁丝网上有宣传资料，看这个回头潮，这浪水卷起来多高，直接把人就卷走了，很危险。很多外地人他们没有经验，第一次来看潮的时候特别兴奋，潮水来的时候他们就想走到江边去看啊，那样就容易被卷走。这里看到一个寻人启事，你看这个2021年3月15号坠入江中，搜救无果。这是3月15号的事，现在是4月26号，也就1个月之前吧。大家看啊，这个江边这么高的围栏啊，比我还高呢，起码有2米多，还有人能掉进去啊。怎么掉进去的呢？肯定是他自己翻过去的，掉到江里面去了。现在还没有潮水呢，都能掉进去。潮水来了的时候，那就更危险了。这里到处都有警示牌啊，这里又写着钱江潮水暗潮汹涌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。有想观潮的朋友，等8月15中秋节再来吧。我现在杭州，在这边等公交的时候啊，看到这边有一个无人便利店啊，
这不就是马云那个无人超市吗？挺火的，前一阵儿。高科技超市啊，里面没有人，看一看什么情况。没有人在里面守着，不怕丢东西吗？他这个店没有多大的呀，就这么一个小的盒子。我以为是很大的超市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小的便利店啊，里面卖一点水啊之类的。从这边进去啊，这里有个二维码，扫这个二维码，门就开了。这是人脸识别的啊，实名进入，警方尾随。高科技啊，看看里头卖些什么东西啊。这边都是买的矿泉水，但是这个价格都被挡住了呀，都是白纸啊，没有价格。这边全是水，看后面有一些鸡爪子之类的，瓜子、花生、薯片、凤爪，都是一些快消品嘛。这里有个冰箱，冰箱里面是各种饮料，然后这里还有方便面。它这个无人便利店里头确实没有人啊，它现在就是没有人结账了。你买完东西以后，把东西放在这台子上，它自己就结账了啊。刚才我研究了半天，我发现它是怎么防盗的了。大家看那个地方有摄像头啊，这是照外面的，谁进去它都能照得到。里面也有，那个角上一个，这个角上一个，看看啊，看那个拐角上是吧，有个摄像头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。这只是我发现的，就是里面3个，外面1个了，可能它还有其他摄像头没看到了啊。我刚才扫那个二维码了，还开不了，现在还没有开业呢。本来还想进去体验一下呢，挺遗憾的。这个无人超市就是比普通的便利店少了一个收银员啊，它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啊？这卖完货不也得有人去补货吗？它这个就是24小时的，可能成本要低吧，毕竟节省了一个人工嘛。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它大规模推广不了，只能是1、2个地方试点一下。你们碰到这种店会进去尝试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杭州，这里是杭州著名的虎跑泉啊。杭州西湖有双绝，一个是龙井茶，一个是虎跑泉，就是我身后这个啊，过去看一看。这环境太好了，一进来就是这个美景啊，后面就是狮峰山，产龙井茶的地方，上百年的松树，山泉水，水里边还有睡莲，哇，顺着这个小路往上走，神清气爽啊。这个是上去打山泉水的师傅拉的矿泉水桶。师傅是去打水吗？每天都来打呀？喝完了就来打是吧？专门用来泡茶吗？来这边打水的人好多呀，还要排队呢。就是这个地方，只有1个管子现在，这要打到多久呀？从这山上面引下来啊，通了一根管子，要把这么多桶都打满，要排队排很长时间啊。现在人数少的，现在人还算少的呀。这个雕像是当时乾隆皇帝来这里啊，皇帝指定用水，每天早上小太监就来这边给他打水。喝龙井茶就要泡虎跑泉的水。乾隆皇帝在北京喝的不是紫禁城的水，喝的是玉泉山的水啊。每天早上小太监去玉泉山给他们拉水。玉泉山在北京的那个颐和园还往西的位置，那是北京上风上水啊。他来了杭州以后啊，又是让小太监每天到这个地方给他打水喝，因为这里的水好喝呀。师傅，这儿的水确实好喝吗？比买的矿泉水好喝啊？这是要烧开了喝还是生的喝呀？烧开了喝，必须烧开了喝是吗？这要排到这边，您估计得多久啊？这半个小时。这个是你的？半个小时啊？我那个桶挺大的呀，后面那个桶。这个多的话要跑到那边，那棵树上。啊，什么时间打水人最多呀？早上啊，只有1个管子，这个小桶打得快一点，那这个大桶应该打得很慢啊。
你们买了龙井茶的朋友，一定要用这个水才可以啊！你们可以买了矿泉水，把水倒掉，来这里打这个水回去喝啊。前面这个就是著名的虎跑泉了，看看这个泉水，特别清澈，从那里流出来。后面这个是泉眼，上面有3个字啊，虎跑泉。时间久远了吧，现在已经不清楚了。上面加了个盖子啊，保护这个泉水的。这么小一个泉眼啊，跟想象中这么大的名气不太相配呀。这个泉水是怎么来的？传说在唐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僧人在这里，他苦于这里没有水啊，就想离开。晚上的时候就做梦，梦到一个神仙跟他说：“我在南岳发现一眼泉水啊，第二天派2个老虎给你移到这里来。”果然，第2天的时候，2个老虎啊就在这边刨地，一眼泉水就从这里刨出来了。因为这个泉水是2只老虎用爪子刨出来的啊，所以也叫虎刨泉。泉水非常清。这个虎刨泉是和尚晚上做梦梦到的，所以也叫虎刨梦泉。虎跑泉也被誉为天下第3泉，它味甘而醇厚，乾隆皇帝喝完以后赞不绝口啊。从虎跑泉眼那里过来，这里有一个济公塔院。济公去世以后，他的骨灰就埋在这里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杭州的西湖，看我身后有个塔，那个就是杭州著名的雷峰塔。传说白娘子就压在塔里面啊。这是个有故事的塔呀，就坐落在美丽的西湖岸边。这个视频就带大家上塔上去看一看啊。去一探究竟。上塔之前先拆个快递吧。天气热了嘛，买了件短袖，李宁的。我是在得物 APP 上买的，得物上面都是潮牌，还保真啊，而且活动也挺多的。我穿上看看效果吧。这件衣服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精神小伙，大家在我评论区可以领福利啊，领了福利比你去专柜还划算呢。走，精神小伙带大家到塔上看一看。到门口了。游客挺多的，门票是40块钱。塔就建在山上，这里有电梯可以上去的。咱们边走边说啊，这个塔是02年后建好的，之前那个塔已经倒了。那个塔是怎么倒的呢？还挺有意思的。杭州这边丝绸比较有名，很多老百姓家里养了蚕宝宝，但是蚕宝宝挺怕蛇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既然这个雷峰塔可以镇压住白蛇，那拿一块塔砖回去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啊。还有一件事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的孩子考上状元了，很多家里有孩子的人就想拿一块塔砖回去沾沾这个状元的喜气啊。到后来呢，又传出很多迷信的说法，说是能生男孩啊，保健康啊，所以这个塔砖就传的有了神奇的作用了。很多当地的老百姓路过这里呢，就你一块我一块就拿走了。终于有一天，这雷峰塔支撑不住了，就倒了。其实还有个问题，很多人不明白，就是它为啥叫雷峰塔呢？这是因为这个山叫雷峰山。那为啥要叫雷峰山呢？是因为这山上最早的时候住了一位姓雷的人家，这就是雷峰山、雷峰塔名字的由来啊。从这里就可以进去了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镇压的白蛇。这个就是以前雷峰塔的遗址了，可以看到现在盖的塔呢，它是中空的，把这个遗址保护起来了。这很多塔砖啊，在这个塔的最中心位置就是地宫的入口。这个地宫里面发现了很多文物啊，有47件国家1级文物，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佛祖释迦牟尼的头发舍利啊。这里面是佛祖的舍利子啊，并没有白蛇，白蛇只是一个传说啊。现在盖的雷峰塔就是在原址上盖的啊。这里有一个图片啊，这个就是以前的雷峰塔，旁边这个叫阿育王塔，纯银做的啊。释迦牟尼的那个舍利子就放在这个塔里面，很珍贵啊。现在被保存在浙江省博物院里面。塔的正中间是电梯啊，坐电梯要排队，队伍好长啊。坐电梯上到最高层了，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样的。哇，这个顶啊，金碧辉煌的。去外面看一看啊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西湖的情况，视线非常好啊。
那边是三潭医院，前2天我去了。对面是那个宝石山啊，还有一个小塔呢。那边是杭州市区，那里也有一个塔，那个是城隍阁啊。站在那个塔上也可以看西湖。这边是西子宾馆啊。三潭医院旁边是苏堤，苏堤过去以后，那个是西湖国宾馆啊，接待很重要的领导人的。导游说马云都没有资格住进去啊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住得进去。后面的大山里就是种龙井茶的地方啊，前2天我也去逛过了。这就是西湖的情况，在这里合个影吧。站在这里有点恐高啊，好怕手机掉下去。这上面是可以沿着走廊转一圈的，去其他方向看一看啊。人很多，我估计5·1的时候人会更多呀。风景是真的好，这上面。后面大山里就是龙井村，想买龙井茶的可以去那个村子里转一下，转一圈就可以了。回去了啊。这个最上层是走上来的，坐电梯只能坐到下面那一层。再看看这个金碧辉煌的楼顶啊，转了一圈下来了。这个地方不让飞无人机的，要不然航拍一下景色更好。我这都已经转了一圈了，才发现这个新盖的雷峰塔，看这个中间是没有支撑住的，中间相当于是悬空的。这里有电梯，但是它并不起支撑作用啊，还有楼梯也不起支撑作用，它全是靠四周围的这些大柱子啊，太厉害了。这下面就是以前的那个雷峰塔的遗址。我现在杭州，今天要去参观胡雪岩故居。胡雪岩是著名的红顶商人，他这个宅子也被称作清末中国巨商第1豪宅。看看里面什么样。他这个豪宅院墙盖得特别高，有6、7米呢。这是入户大门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呀。现在门票是20块钱，进来以后就是正厅，厅上挂的5块匾啊，正中间这个呢是朝廷颁给他的，上面写的免善成荣，就是勉励他多做善事啊。胡雪岩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帮助筹款有功，所以朝廷赏穿黄马褂，官至2品。现在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做官要看曾国藩，为商要学胡雪岩啊，可见他的地位之高。他在当时的影响力堪比现在的马云啊，那也是富可敌国的人物。还是看看他修的这个豪宅，特别的气派，用了很多名贵的木材，名贵的楠木、檀木、酸枝木，另外还从东南亚采购了很多木材。窗户上的玻璃也是从国外进口的，因为当时这个玻璃还是挺昂贵的一个东西。这是2顶非常珍贵的红木轿子，这在古代就算是代步工具了。这个就是主厅，叫做百狮楼，这个是他母亲和大老婆住的地方。他有12个老婆啊。这里之所以叫百狮楼，就是因为房梁上啊有100个这样的小狮子，这都是贴金的啊，非常的昂贵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院子有一个独特的设计，就是这个大缸，这个管子是雨水收集器，在房檐的4周围有这个管子啊，房檐的水就顺着管道流到下面这个大缸里了，这样既可以储水，也可以当做防火用啊。南方多雨水嘛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，很巧妙啊。刚才说到他有12个老婆，其中大老婆和他母亲是住在这个院子里的，其他老婆住在别的地方。没有大老婆和他母亲的同意，其他的小老婆是不能到这个院子里来的啊。这就可以看出这个地位不一样了啊。这边东西各有一间房啊，正好他们一人住一边。最中间这个石头是他母亲过80岁生日时候，他送他母亲的生日礼物，是一个太湖石，像不像一个寿字呀？祝寿的意思吗？现在去他的后花园里看一下，叫做支园，从这个门洞里面钻过去啊。这里面也是雕梁画栋，
环境特别好，各种假山、植被、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都有的，江南的景象嘛。看一下这个园子的全景啊，胡雪岩他本人就住在对面这个楼的2层楼，1层是会客室，前面有一个台子，这个是唱戏的，唱戏时候他们就坐在我现在的这个位置看戏。这边有假山，有亭子，小桥流水，环境很好。今天正好还下了点小雨啊，更有感觉了，这种江南园林的感觉就出来了。看对面那个楼，这个是当时最高的建筑啊，站在那个楼的2层，可以看到钱塘江和西湖的。楼的左边有一排琉璃玻璃的那间房，是专门招待外国人的。他当时跟很多外国人做生意嘛，最后也是被外国人坑了啊。胡雪岩祖籍是安徽的，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在店里面当过伙计。那后来他是怎么样发达的呢？因为他受到当时封疆大吏左宗棠的赏识啊。左宗棠我们都知道啊，收复新疆那是民族英雄，但是背后啊也离不开胡雪岩的支持。胡雪岩帮他筹集军粮，筹集这个军费，也是做了很多贡献呀。后来他又怎么样一落千丈的呢？跟他这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有关。后来还卷入一场政治漩涡啊，站错了队，导致他人生一败涂地了。好的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大家多多的留言啊。忆江南，最忆是杭州，给大家看看我拍的杭州美景。